好，我们取一点白色啊，白色之后，然后这样给它在这个上面取在调色盘上，可以稍微浓一点啊，因为我们这个用量会比较多。然后等它干掉，我们来取一个渐变色啊，或者说是现在这个状态的话，那你就不要去再重新蘸水，把颜料洗掉之后，然后在边缘直接这样去取啊。然后在这个上面，我们给它画一个蘑菇头。这个如果说我们要画这个外面的这个小玻璃罩的情况下，里面的玻璃头里面的这个蘑菇头一定不能太大啊。如果说我们不画这个的情况下，那它这个头你可以画大一点。看啊，根据这个你想要的效果而去决定的。起笔。起笔往上提，兜回来，一个这样的一个感觉，一个小蘑菇头是吧？然后等它干了之后啊，基本上等到它半干的一个状态就可以了。半干的一个状态之后，然后我们把笔这样收回来，是这样的啊。然后中间的这个位置的话，你觉得有特别白或者是不太自然的地方，可以稍微把笔在这个上面蘸两下水，然后再到纸巾上吸一下。成这样的一个效果啊，然后底下这个地方你感觉有点太透明了，它俩分界线不明显，是不是？那你可以洗一下笔啊，然后再点一下水，取一点点啊，作为渐变色的一个效果，然后直接可以把刚才的这个线条这边给它描一下下，水量有点多啊，重新来，这样就比较好一点。然后底下如果你要加小裙边的话，它那个口可以不用张这么大啊。底下加小裙边的话，你就底下这个位置给它蹭回去一点啊，一定要笔洗干净的情况下，把水分吸走的情况下，给它这样洗掉一点。它是这样的一个效果啊。这样的，然后还是一样的方法啊，蘸一点点水，取一点点颜色啊，这是个渐变色，然后我们去把它那个小裙边给它体现出来。小裙边的话就是压着笔，对吧？压着笔之后，然后抖一抖，给它抖落下来，然后再往上抬，再去压笔抖这个波浪线，再往上抬，然后轻轻的给它收回来，这个小裙边就出来了。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就不是渐变色了，正常带一点点水，然后正常去取这个白色就可以了我们这时候画线条，可以是在它裙边下面去画可以在开口这个位置或者裙边下面，裙边下面去画的话，不管怎么画，我们都是要记得有粗有细，然后有不同的方向，对吧？然后同时从这个地方收肩过来，这样的效果的哈。然后我们也可以说画几笔这样四散的那最终其实要给它画出来，就是能在上面有五颜六色的一个效果。
其实加这个小裙边的话，这边我们可以把这个口给它收下来了啊，不要它也行，就直接换成这样的一个效果，这样的它也会比较自然。然后中间的颜色过重的呀，调整一下。然后如果说我们想让它变成五颜六色的那个啊，其实我们可以直接用珠光色水彩，因为本身现在珠光色它就自带颜色嘛，对吧？珠光色可以做一个紫色的这个。如果说啊，大家担心说我们这步骤操作不好，就把我的这个毁掉了，对吧？那如果怕这样的情况下，我们可以说给它这一块涂个磨砂封层进行隔断一下。可以选择这个紫色，它是很梦幻的一个效果。戳一点点水进去啊，把它揉一揉，揉一揉，揉出来。好，水分一定不能太多，太多的话你就用纸巾吸走一部分啊。然后把这个颜色我们在这个上面可以这边来几下。这是一个很淡很好看的紫色啊，你们自己去操作的时候就能感觉得到。这个在灯光底下的话，它这个紫色不够明显，但你们自己去操作的时候就它有点紫，还有点发蓝的效果。然后我们可以说是在它旁边的位置再带一点这样的啊，我们可以说是一个颜色或者多个颜色去画，但一定不要把整个水母都填满啊，就是要有适当的留白。我们可以说是边缘有颜色，中间留白，也可以是局部这一个地方角落留白啊。中间留白的话，你就画到这儿，这个面积肯定不能太大，因为刚才这个颜色已经面积很大了，对吧？给画在这儿，中间这个地方是留着的，它是没有去上颜色的。然后可以用另外一个笔稍微把水分吸走之后，然后压一压。这样的，然后再涮一下笔，可以再蘸一点这个，水分稍微有点多的时候，用纸巾吸一下，或者到旁边的地方来再点一点。这个颜色可以加在这儿。不用加太多啊。然后在它底下这个小裙边的位置上啊，我们可以说是稍微笔相对较干的状况，这样勾两笔，然后也可以说是，再蘸的颜色再深一点，深一点之后，水量一定要少啊，然后在这个位置衔接的地方，这样给它来一笔，就相当于这个地方是一个重色，这种感觉也可以。然后再把这个珠光的颜色啊，咱们可以再加一点，比如说把刚才这几个颜色啊，咱们把它变成那个线条，添加在我的这个水母的这个触须里面。比如说就是刚才这个紫哈，不要加太多啊，稍微的点缀一下那个感觉就可以。然后也可以是粉色来一点。
来两笔之后啊，这个绿色也可以来一点啊。这个颜色还比较挺清新的，然后颜色显色度也比较高。当然，这种比较跳跃性的颜色不能加太多啊。这样加两笔就可以了。然后在这个当中，可以最终来一个这个金色，再去找一下这样的金，或者是那种浅金色。这个金它就会很显眼一点。OK 了啊，不能再加了。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去上什么？上它那个小玻璃罩了，是不是？玻璃罩的话，就是还是要打开我们的彩绘盘，沾一点点水啊，然后取这个白色，取渐变色，取的什么？稍微晃两笔，然后拿出来就行，让它是一个完全透明的那种效果啊。这个步骤的话，很多宝贝的话，可能就是说容易操作失误，那我们建议大家可以说是给它上一层磨砂封层之后，再去画。兜回来，然后这个的话一定不要说，波浪的形状画的太大，这样的，效果。然后这个时候啊，再去取颜色，再取一点，再取点之后的话呢，你描着这个边，我们把其中一块给它上一笔重色进来啊，也就是让它两边呈现出这个白，它有点不太一样，看到没？我们一开始是整体去上的，对吧？整体去上它肯定是更透，然后你再描一遍的话，它这个位置就会更白。这样的话，带出来啊，它就会有一种就是这边明显比这边要更透明的一个效果。然后把边缘不自然的地方，咱给它用干净的笔给它这样带一下，这样的一个效果啊。然后的话呢，我们再到这个上面来，再取一点点白色，在它的上面再画一个什么一个蚕豆的形状，是不是就作为它的高光？用笔尖戳着笔去画啊。然后这边点一笔，稍微洗一下笔啊，让它是中间这个位置是有一个凹点的。没沾上水，画了个寂寞，擦一下。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把颜色一定要顺下来啊。好了，然后就到这里啊。然后我们之前有教过大家这个画泡泡，对不对？其实在它旁边可以点缀一个这样的泡泡，点缀白色泡泡、彩色泡泡都行啊。就点缀一个这样的白色泡泡了，画这样的一笔哈，然后洗一下笔，中间这个位置转一圈，用吸色的方法啊，把它洗一下，对吧？
然后再来蘸一笔这个白色，在它泡泡的上面来一个半括号，点一个点上去。好了。旁边这个位置可以再点个小的。洗一下笔，然后在纸巾上把水吸走啊。吸走之后的话，再到这个上面填一下颜色，填一下水啊。然后中间去画圆，去转圈，水分有点多，再吸一下之后再转一转。再去蘸一点点白色啊。这块因为很细的、很微小的这个地方啊，可以选择用彩绘胶去画它泡泡的高光，也可以。好了。然后在这个基础上，我们去勾勒一下彩绘的线条啊。那这个步骤的话，完事之后就是水彩其实已经完成了。好，所以说我们要用海绵搓打一下四周，打一下边缘。轻轻给它扫开，然后底胶去给它整个包一下。前面记得包边啊。好，照灯。照30秒，60秒啊，这里就不过多展示了啊。我们把这个彩绘胶给它准备出来，这个调色盘上面有现成的啊。然后我们选用最细的彩绘笔，用之前可以先给它洗一下。然后我们拿干的棉片哈擦一下。好了，这个时候取这个彩绘胶啊，就稍微到这个调色盘当中刮一下，刮一下，取出来是很细腻的线条的纹路啊。然后我们去把这个水彩上面包裹的底胶一定要擦掉浮胶再去画，否则它呈现出来那个线条会特别粗，它会有一种晕开的感觉。擦一下浮胶哈。然后把这个边缘的位置啊，给它这么轻轻的勾勒几笔，在这个位置上啊，然后不要都描上一个边边啊。很细很细的这种小线条，若有若无的给它带上一点点。如果线条不够细的话，你就少画几根啊，少画2根。这样的。然后笔尖再点一点点，刮一下这个彩绘胶，不要让它上面是有那个胶珠。然后在它这个裙边
但凡是提起来的这个部分，就是这块有一个角的这个位置，就给它带一笔。带一笔之后，你可以给它这样来一下啊，它就会有一种翻折的感觉。看这一边啊，提一笔之后，刮一笔，对吧？然后剩余的这些位置的话，你就可以说，这边随便来2道，这边来2道，这样一个感觉啊。然后重点哈，我们再画它底下提亮的这个小触须。触须的话啊，这个都有裙边了，裙边呢就在裙边下面画就行。比如说这边来一笔浪线。这边来一笔跟它相对应的波浪线，那长短有区别。然后啊，我们还可以画几笔这样的线条，就是倒回来画啊，点一笔上来，然后提回来。看一下啊，顿一下笔之后，然后轻轻抬笔之后，慢慢的走一条 S 型曲线。旁边顿一笔之后，要细啊，细到若有若无的感觉。顿一下笔，然后轻轻抬到这儿哈，这种效果基本上啊这就可以了，这样它能做到说不乱。然后在底下的位置，我们可以说把笔也是啊，旁边的胶荡掉之后，再去轻轻勾勒几笔若有若无的啊，就是不是从头画到尾的，而是从中间这个位置起笔，然后往下勾一下，然后埋没到这个里面去。轻轻起笔啊，然后淡淡的收笔，让它就是虚化掉啊，就这种效果，很细啊。这个线条就是要越细，你越能体现出它这个精致感出来。看我画这么多，但是其实我的线条非常细啊，都不能保证这么细的情况下，我们呈现出来的效果就会差一点。那你就不要画这么多啊，不要画的这么多了就。然后我们给它照一下灯，这个水母就到这儿啊。然后我们在下一个再给大家换一个花样去画这个水母哈，换一个感觉。这个我们照一下灯啊，就不多再展示了。那我们好完事之后的话，给它涂一个亮面的封层啊，给它包边。OK， 那这个照完灯之后的话，我们来看一下最终效果。OK， 那这节课就到这里结束喽，拜拜，宝贝们。